你知道吗？在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统治者究竟是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连我们熟悉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竟然都只排在第3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倒数，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第1名吧。首先，我们来认识这位身兼2个王位的聪明国王——詹姆斯6世及1世。他于1566年出生，母亲是苏格兰女王玛丽1世。由于母亲被废除，他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继承了苏格兰王位，成为詹姆斯6世。这位从小被卷入贵族派系斗争的国王，却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手腕。利用贵族间的相互对立，成功掌控了苏格兰大局，简直是苏格兰贵族的驯兽师。詹姆斯是位博学之士，甚至被誉为当时欧洲最有学问的君主之一。他亲自撰写了《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等书，布道般的宣传君权神授观念。他曾参访牛津大学图书馆时感叹：若我不是个国王，我愿做这儿的囚徒。但这位热爱知识的国王，在实际政务中却常因爱好奢靡和忽视日常政务受到批评。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1世逝世，詹姆斯以其表侄外孙的身份继承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王位，称詹姆斯1世。他首度统一了不但群岛的3个王国，但他的统治并不平静。1605年，反对他的天主教徒策划了著名的火药阴谋，企图在国会大厦炸死国王和议会成员。幸亏阴谋败露，詹姆斯才躲过一劫。詹姆斯国王坚信自己的绝对权力，轻视英国的下议院，导致国王与议会关系持续紧张。文献甚至记录了他对男性宠臣的强烈爱意，以及宠臣刻意打扮成女性的样子来取悦他，成为宫廷争议。不过，这位国王最大、最持久的遗传是，下令编纂了影响深远的钦定版圣经。他的在位为后来的英格兰内战埋下了伏笔。他最终于1625年驾崩。1890年11月23日，威廉3世逝世，年仅10岁的威廉明纳继位。他统治荷兰长达57年159天，他的在位时间是荷兰历史上最长的统治篇章。在他漫长的统治岁月中，他以坚定、节俭的个人风格著称，很快就成为了荷兰人民心中的国家精神象征。威廉明纳女王的统治跨越了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女王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成功地让荷兰维持中立，避开了战火的侵扰。但是，真正的考验在第2次世界大战来临。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女王没有屈服，她被迫撤退至英国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身处异乡的威廉明纳女王也从未让荷兰的抵抗意志熄灭。他透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短波广播，向祖国人民发表激昂的演说，坚决反对纳粹占领。他的声音跨越了冰冷的海峡，成为了荷兰抵抗居民心中的不灭火炬。他的勇气甚至让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赞他是荷兰政府中唯一真正的男人。他不仅仅是一位君主，更是荷兰原民坚韧意志的化身。2战结束后，女王回到荷兰，监督国家的重建，直到1948年9月4日，她才把王位传给了女儿朱莉安娜公主，结束了长达57年159天的传奇统治。退役以后，她的位号恢复为登基前的公主。晚年作有回忆录《寂寞但不孤单》，最后于1962年驾崩。威廉明纳女王，这位见证并带领国家度过无数考验的领袖，至今仍是被视为荷兰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君主之一。
1860年，未满19岁的尼古拉一世，他的伯父达尼洛一世遇刺身亡。尼古拉被迫紧急返回蒙特内格罗，继承了大公的头衔。在他统治期间，蒙特内格罗逐渐实现国家现代化。他颁布了第一部成文宪法，并设立了国民议会。此外，尼古拉也创立了军事学院，整顿了国家军事体系。在国际关系上，蒙特内格罗于1878年的柏林会议中获得了国际普遍承认的独立。在尼古拉同治50周年的1910年，他宣布将大公国升格为王国，他本人也晋升为国王。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特内格罗于1916年被奥匈帝国完全占领，这迫使尼古拉一世流亡国外。1918年，塞尔维亚等协约国的军队虽然解放了蒙特内格罗，但一战结束后，蒙特内格罗随即被并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尼古拉一世于1921年3月1日在流亡中逝世，他是蒙特内格罗历史上的唯一国王。接下来介绍的是巴西帝国末代皇帝佩德罗二世。他于1825年12月2日出生。1831年，他的父亲佩德罗一世退位，年仅5岁的佩德罗二世就继承了皇位。由于他年幼，国家经历了长达9年的摄政时期。为了稳定动荡的局势，巴西议会于1840年决定提前宣布他成年，让15岁的佩德罗二世亲政。佩德罗二世引领巴西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稳定。他积极推动教育、文化与思学的发展，使巴西在国际上的声望大增。然而，在他统治后期，最重要的废奴改革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政绩挑战。1889年，当时对皇帝政策感到不满的军队发动政变，以德奥多罗·达冯塞卡元帅为首的军人推翻了帝国。令人意外的是，佩德罗二世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选择平静地接受政变结果，并于2天后与皇室成员流亡倭鸠，巴西帝国就此终结，转为共和制。佩德罗二世在流亡期间过着节俭的生活，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于1811年在法国巴黎逝世。尽管他的统治以流亡终结，但他被公认为是一位开明、宽容的君主。这一位5岁继位的皇帝，最终统治巴西的时间长达58年222天。接下来，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位特别的法国国王路易15。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高开低走的凡尔赛宫宫廷剧。1715年，他的曾祖父路易14刚过世，年仅5岁的他就继承了法国王位。想象一下，一个5岁的小朋友突然成了全法国最重要的人。路易15才5岁，国家先由奥尔良公爵摄政。不过，路易15可不是个空有头衔的国王，他对科学和新技术有着极大的好奇心，甚至亲自推动在法国大学里开设了物理部和机械部。他是一位被公认聪明且有热忱的君主。那时候的法国人民对这位少年国王可是充满了期待。但是，这位聪明的国王在政治上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他没能解决前任留下的财政烂摊子，反而因为优柔寡断，让国库更加吃紧。更要命的是，国王将他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追求美色这项事业上。从著名的庞拔杜夫人到杜巴利伯爵夫人，他的情妇名单简直比贵族名单还要长。即使眼睁睁看着反君主势力不断壮大，路易15也选择了躺平。他倒是留下了一句传流广泛的金句预言：“我死之后，洪水滔天。”这个预言后来也被证实非常精准。最终，路易15于1774年死于天花。
这位5岁继位，将国家搞得一团混乱的国王，他的在位时间长达58年251天。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位在位时间很长，但却被时代巨轮碾压的亲王奥怒雷三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你的国家太小，就得随时准备被邻居波及的历史事件。1733年11月7日，他父亲雅各一世退位，年仅13岁的他继承了亲王之位。奥诺雷三世这位亲王的主业似乎是为法国将军，他是法国陆军中的元帅，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法国的军事和贵族圈。治理摩纳哥对他来说，反而像是他的兼职。这位亲王显然对保卫法国领土的热忱，比治理自己的微型公国还要高一些。随着欧洲爆发法国大革命，这位在法国当将军的亲王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滑铁卢。1793年1月19日，法国国民公会投票决定吞并摩纳哥，这代表着奥诺雷三世的国家主权被邻居法兰西共和国正式接管了。他和他家人被关进监狱，亲王一度面临被处决的危机。奥诺雷三世于1795年3月21日在巴黎逝世。这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献给法国军队，最终经历国家被吞并危机的摩纳哥亲王，他的在位时间长达59年73天。再来，这位是汉诺威王朝第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君主乔治三世，于1738年出生在伦敦。他接受了广泛的私人教育，对农业和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1760年他登基时，宫廷终于迎来了一股清流。他对妻子夏洛特王后忠贞不二，从无情妇。这位爱家爱种地的国王，因此获得了可爱的绰号“农夫乔治”。在乔治三世统治初期，大不列颠的势力达到顶峰，在7年战争中击败法国，成功支配北美洲与印度地区。然而，这位热爱农业的国王却在政治上遭遇了史上最大讽刺。由于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失误，英国最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这位爱土如命的君主，反而成为了丢失北美大片土地的罪魁祸首。尽管丢失了美洲，乔治三世仍见证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启动。然而，他的人生却在晚年剧转直下。他开始出现间歇性的精神失常，伴随剧烈腹痛。现代医学推测这是罕见的子侄症。随着病情恶化，国王已无法处理政务，国会被迫于1811年通过法案，将国王权力移高给他的长子乔治四世，开启了长期的摄政时期。尽管在位后期他长期处于无意识状态，权力也已被移交，但乔治三世直到1820年1月29日逝世，都仍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位在位时间横跨半个世纪的国王，其总统治时间长达59年96天。他用漫长的岁月见证了英国的起伏、美洲的失去、法国大革命以及击败拿破仑的伟业，为英国确立了日不落帝国的根基。接下来这位是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3位，克里斯蒂安四世，于1577年出生。1588年，年仅11岁的他就继承了丹麦和挪威的王位。他直到1596年才亲政。这位国王是个狂热的建筑迷，亲政初期励精图治，在他统治下，罗森堡宫、哥本哈根圆塔等许多宏伟建筑树立起来。他甚至亲自设计了一些军舰，被誉为丹麦的建筑师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不只是个建筑师，他还想把丹麦变成北欧的商业霸主。他积极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在他支持下建立了丹麦西印度公司和丹麦东印度公司。1620年，丹麦人在印度南海的德伦戈巴尔地区夺取了一小块殖民地。
这位国王的商业野心差一点就让他成了丹麦的海外帝国缔造者。然而，这位内政天才在军事上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战场运气。他试图在30年战争中干预，结果在1626年的吕特战役中惨败，损失惨重。紧接着，1643年爆发的托尔斯滕松战争更是一场灾难。尽管他在一次海战中受伤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他仍然鼓舞士兵继续战斗。虽然勇气可嘉，但他最终被迫缔结挥乳的和平。战争上的大量支出抵消了他前半生的所有成就，导致财政瘫痪和巨额外债。晚年的克里斯蒂安四世饱受失明、伤病的折磨。更糟糕的是，贵族阶层于须弥院趁机扩张权势，经常反对他的政策，削弱了王权。他这位曾经的万能君主，最终在政治舞台上陷入了与贵族永无止境的明争大暗斗。他最终于1648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59年330天统治的传奇统治。好，告别了西方那位醉心于建筑的国王，现在我们将镜头转向东方。这位重量级人物是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2位，他就是清朝乾隆帝。乾隆帝弘历于1711年出生，自幼天资聪明，深受祖父康熙帝的青睐，被接入宫中亲自教养。他精通经史典籍，也擅长弓马骑射。1735年即位后，他以宽猛相济的理念施政，延续了康干盛世的繁荣发展。这位年轻的皇帝一开始就立下雄心，要超越他的父辈。乾隆统治中期是清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他先后平定了新疆、蒙古，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他自诩在位期间取得的军事成就为10全武功。在他的治下，国家人口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时升值突破3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这位皇帝在武力扩张上可谓达到了10全10美的自豪顶点。乾隆帝与他的祖父一样，很常驾临江南，但康熙帝是访查民情，而乾隆帝则大多只是纯粹去巡游。民间流传他6次南巡的故事，让后世广告界有了无数乾隆吃过的美食故事。然而，这位热爱诗文的皇帝却也推行查班禁书，旨在消灭反满思想，在文化上表现得过度敏感，甚至发生了多次文字狱。乾隆38年1793年，他会见了英国使节马加尔尼，双方为会面礼仪争执不休，单膝下跪 vs 3跪9叩，最终以单膝下跪收场。1796年，85岁的乾隆帝为了不超过祖父康熙帝的在位时间，决定禅位于嘉庆帝。然而，他退居太上皇后，仍继续在紫禁城内活动，并继续掌握着实权。这位在位与掌权时间都创下纪录的皇帝，最终于1799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0年113天的正式统治。我们刚刚见识了爱好缠然的乾隆帝，现在将时光倒转，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1位，就是奠定清朝盛世的康熙帝。康熙帝玄烨于1654年出生，1661年8岁的他就继承了皇位。由于年幼，朝政由4位辅政大臣掌控。虽然他14岁就举行了亲政大典，但实际权力仍被其中一位权臣鳌拜所控制。直到1669年，年仅15岁的康熙帝设计逮捕了鳌拜，才真正夺回了朝廷权力，开启了真清政时代。康熙帝是清朝皇帝中最有军事才能的一个，他认为仁者无敌，爱护百姓是最好的兵法。在他的安排下，清军平定了南方吴三桂等势力发动的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还把沙俄侵略者赶出国府。在军事上，他凭着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使中国恢复统一，富强中兴。康熙帝是一位著名的博学之士，他勤慕华夏，重用汉儒，并编纂了多部典籍，如《康熙字典》。
他认为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不在火器，深知国以民为本。他多次减税免税，减轻人民负担，使国家迎来了四海承平的繁荣景象。这位好学的皇帝将军事才能用在治和、从农等内政上，确实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好皇帝。康熙帝在位长达61年316天，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长寿与他的养生之道有关。他不吸烟，不爱补品，主张饮食有度，少量多餐，并认为养生要养心。然而，在他晚年在储位请问题上经历波折，为了避免朝堂混乱，他开启了清朝秘密建储的传统，直到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为4阿哥允珍。告别了东方那位热衷于写诗和巡游的乾隆帝，我们继续将目光放在亚洲。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0位，就是见证日本从帝国走向战败，再到现代经济强国的昭和天皇。裕仁于1901年出生，是日本第124代天皇。作为一个充斥宠武思小国家的亲王，他从小就被寄寄附于海军中将家中，长达4年。在他的祖父明治天皇指示下，他被努力培养成智识刚健之辈，自小就被种下了崇尚武力的想法，开始摆脱给人的病弱影响。由于父亲大正天皇心神发育不佳，裕仁在1921年就开始欧洲考察，并于1921年至1926年间担任摄政。1926年12月25日，父亲逝世后，裕仁正式继位，年号昭和。他必须领导的是一个正从世界列强走向军国主义集权的国家。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昭和天皇的角色充满争议。有历史学家明确主张，他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战犯，实质上是战争的领导人。但天皇本人却持续主张开战非我之意。无论如何，他亲自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巅峰，以及随后从亚洲大帝国之一走向战败的巨大历史转折。战败后，昭和天皇失去了神性，地位转为象征天皇。他迅速完成了形象转变，开始将行力转向海洋生物学研究、个人生活、社会志愿工作等。他被评为谨守奋进的象征天皇。他最终于1989年1月7日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2年13天的传奇统治。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9位，就是亚拉冈国王海梅一世。他被称为征服者海梅，不仅是个军事天才，还是个哲人王。亚拉冈国王海梅一世于1908年出生，他年幼时就继承了王位，但在他亲政之前，摄政权落入叔公鲁旭永伯爵上球手中。这位叔公把王国局势搞得一团糟。1917年，在圣殿骑士团的支持下，海梅一世决定亲政，前往萨拉国萨被承认为正式君主。这位年轻的国王一上任就得面对叔公鲁旭永伯爵上球留下的烫手山芋。海梅一世将注意力转向南方，从莫尔人手上夺取大量土地。他最名战役就是1229年征服马六卡岛与1238年光复瓦伦西亚的史诗战役。在他的领导下，亚拉冈王国的势力显著增长。他不仅将领土扩展到了安达卢西亚，还获得了巴利尔遗岛，建立马六卡王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征服者。海梅一世是中世纪罕见的哲人王，他资助建立了许多世俗学府，将阿拉伯数学与犹太律法纳入教学体系。然而，他面对罗马教廷的硬干涉时却是个硬汉。他断然拒绝向教皇行封建效忠礼，并且成功瓦解了教廷的对伊比利亚东北部的宗教管辖权，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谋略。海梅一世亲自撰写了军事回忆录《编年史》，
详细记录了他的史诗战役。然而，这位征服者在临终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决定将领土分给2个儿子。虽然他为亚拉冈制造了未来对西西里提出主权要求的法律依据，但这次分割也留下了亚拉冈王国未来的统一和稳固的后患。他于1776年逝世，也述了他长达62年319天的传奇统治。现在将时光快转到大英帝国的辉煌年代，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8位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的一生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兴盛与转型。这位欧洲祖母的统治，是从一个被过度保护的小公主，走向长期穿黑衣的寡妇的传奇。维多利亚女王于1819年出生在伦敦，由于父亲早逝，她是在严格的肯辛顿体系下长大，几乎与外界隔绝。她原本并非王位继承人，但在几位伯父都未留下合法子嗣后，她成了唯一的继承人。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继承王位，次年加冕。她必须挣脱母亲及其身边幕僚的掌控，亲自担起这个大任。登基不久，维多利亚就爱上了她的表弟阿尔伯特亲王。由于女王身份，她必须主动向阿尔伯特求婚。2人婚后感情极深，育有9名子女。阿尔伯特亲王对女王的政治与王室形象影响巨大，他们共同塑造了家庭君主制的概念，让王室一改以往的争议形象，转而符合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英国步入现代君主立宪制。她的时代被称为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工业与帝国的巅峰，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然而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英年早逝，对女王造成毁灭性打击。她在之后的40年中，长期穿着黑色的丧服，成为一位深居简出的寡居女王。尽管在寡居初期，她因为不露面而不受欢迎，但在她晚年，她因其作为帝国慈母的象征而广受爱戴。透过子女的联姻，她的后代遍布欧洲各大王室，让她获得了欧洲祖母的雅号。这位传奇女王最终于1901年逝世，结束了她长达63年216天的传奇统治。现在将镜头转向中欧那个更加复杂、更充满悲剧色彩的帝国。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7位，就是法兰兹·约瑟夫一世。法兰兹于1830年出生，1848年正值欧洲革命年，他年仅18岁就临危受命继位。他是一位极度勤奋的工作狂，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永不变的严谨风格。他以职责至上为个人行事准则，每天清晨4点钟就开始办公，简直是19世纪最敬业的公务员。1854年，他与美丽且热爱自由的伊丽莎白皇后，俗称茜茜公主结婚。尽管约瑟夫一世对皇后的强烈爱意是人之见之，但皇后热爱自由，经常逃离宫廷，他们的婚姻并不融洽。更糟的是，他的独生子鲁道夫皇储在梅耶林殉情，皇后伊丽莎白也遭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这位皇帝的个人生活几乎被命运最恶毒的玩笑所笼罩。在他统治初期，奥地利接连在战争中败给法国及普鲁士，国力不断衰退。为了拯救帝国，约瑟夫一世在1867年与匈牙利人达成协议，将国家改组为奥匈帝国。这个2元制的设计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却无法解决帝国多民族的根本矛盾，让这个国家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炸开的压力锅。即使家庭和国家充满危机，约瑟夫一世这位工作机器
仍然坚守公馆。然而，压垮他满长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914年，他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塞拉耶夫遭到刺杀。约瑟夫一世最终决定向塞尔维亚宣战，直接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位皇帝没有活着看到战争的结束，他最终于1916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3年355天的传奇统治。从欧洲的帝国废墟到中美洲的丛林深处，我们继续追寻历史上最长寿的君主。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6位，就是玛雅文明帕伦克城邦的巴加尔大帝。巴加尔于西元603年出生，西元165年7月26日，他12岁那年继承王位。他接手的帕伦克城邦，当时国势可说是跌入谷底。在他继位之前，帕伦克2次被玛雅中部强国卡瓦克姆尔打败，整个城邦处于衰微状态。这位少年君王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努力稳住脚跟。在巴加尔大帝的统治下，帕伦克城邦重新走向强大。他不仅透过武力征服扩张了领土，更成为了玛雅西部地区的霸主。由于他的文治武功，现代史学家赞扬他为巴加尔大帝。我们可以说，他成功地将一个被邻国欺负的小透明变成了丛林中的强权。巴加尔大帝将他的统治精力全都投入到建筑和神话中，许多现存的帕伦克宏伟建筑和碑文都是在他统治期间建立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为自己修建的陵墓碑铭神殿。这座神殿的兴建始于西元675年，是玛雅文明的经典之作。这位皇帝显然非常注重为自己的丰功伟业打造纪念碑。巴加尔大帝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并继续将他的形象神化。然而，最引起世人讨论的是巴加尔大帝石棺的顶盖，上面有一个类似现代宇宙飞船的图案，至今意义仍不清楚。不过，主流史学家认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神话图案。这位12岁登基的少年君王，最终于西元683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8年33天的传奇统治。告别了那位在丛林中留下宇宙飞船泥团的玛雅君主，我们将时空拉回欧洲，来看看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5位，就是列支敦斯等亲王约翰2世。约翰2世于1840年出生在维也纳。1858年，他年仅18岁就继承了王位。他年轻时接受了严谨的教育。这位亲王却以孤僻、不爱社交闻名。他终身未婚，几乎从不出席任何官方庆典活动。他更像是一个学术研究者，而非一个需要抛头露面的国家元首。约翰2世的统治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动荡。1866年，列支敦斯等在普奥战后解散了军队，宣布永久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2世以按绝对中立政策，成功让这个小国避免了卷入战火。更重要的是，战后奥匈帝国解体，这彻底让列支敦斯等摆脱了奥地利的影响，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主权。战后的欧洲民主思潮高涨。1921年，约翰2世颁布了新宪法。虽然新宪法赋予亲王极大的权力，但他建立了全民普选制度，并允许人民享有公投权，这让列支敦斯等成为一个半直接民主制的国家。这位不爱社交的亲王，在位期间却推动了该国最重要的民主化进程。约翰2世终身未婚，并将他的个人遗产都捐赠给了国家。这位低调长寿的君主，最终于西元629年02月11日逝世，
结束了他长达70年91天的传奇统治。他的统治为列支敦斯党日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奠定了基础。现在将镜头转向动荡的东南亚。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4位，就是泰国的普美蓬国王。普美蓬于1927年出生在美国麻州，但在他童年与少年时期，他一直居住在瑞士。他在瑞士接受了完整且良好的教育。他从小就展现出对艺术的热爱，特别是民乐。他擅长萨克斯风，甚至创作了多首歌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乐家。他原先对王位并无预期，生活充满了西方自由的气息。1946年，普美蓬的哥哥拉玛八世在宫中遭到枪击身亡，年仅19岁的他意外继承了王位。然而，这起枪击事件至今仍被认为是一桩谜团。由于王室势力当时被军事强人栾丕并掌控，普美蓬国王继位后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返回瑞士继续学业，直到1950年才正式返国加冕。可以说，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信任。在普美蓬长达70年的在位期间，泰国政治如同坐云霄飞车般的动荡。他见证了泰国历史上的10多次政变与修宪，军人与政客轮番上场。然而，每当泰国陷入最严重的政治僵局时，普美蓬国王总是以居中调停的角色现身，成为唯一能稳定国家局势的定海神针，深受泰国人民的爱戴。普美蓬国王对泰国最大的遗产是他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他发起了超过4000个农村发展计划，亲自涉足水利、种植等领域。他最终于2016年逝世，是当时世界上在位最长的君主。这位经历数十年风雨、受人遗养的国王，结束了他长达70年126天的传奇统治。现在将目光转回英国王室，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3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伊丽莎白2世女王。伊丽莎白于1926年出生，本来不是王位继承人，直到1936年，她的伯父爱德华8世为了爱情任性退位，他的父亲乔治6世继位，他才成为王储。2战期间，他曾在本土辅助部队服役，学习驾驶和维修军用卡车。这位未来的女王在战火中完成了她的战地实习，展现了她的坚毅。1952年，伊丽莎白在非洲访问的时候，接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年仅25岁就继承了王位。她在位初期，大英帝国开始迅速瓦解，大量殖民地独立。她必须将王室从一个帝国中心转型为大英国协元首的角色。他将王室视为一个需要经营的企业，并努力将这个古老的品牌适应现代社会，成为古罗巴的文化符号。女王在位期间经历了无数家庭风暴，包括子女的婚姻触礁和王室火灾。其中1992年对她来说是最难熬的一年，她称之为“我的灾难之年”。当年有3对子女分居或离婚，他必须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带领王室度过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坚守他不公开表达个人情感的原则。伊丽莎白2世女王在位时间超越了她的高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她见证了从丘吉尔到约翰逊等10多位首相的更替，以及从黑白电视到网络时代的变迁。最终，她于2022年9月8日逝世，结束了他长达70年214天的传奇统治。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落幕。告别了那位在位长达70年、以坚守职责和沉稳克制风格闻名的伊丽莎白2世女王。现在，我们将时光倒转，看看欧洲历史上最爱秀的国王。路易14于1638年出生，1643年年仅5岁的他继承王位。由于国王年幼，朝
朝政由他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妮和首席大臣马萨林红衣主教掌管。这段摄政期，国家爆发了著名的投石党之乱。童年时期的动荡让他对绝对权力产生了极度的渴望和信仰。1661年，马萨林逝世后，路易14正式亲政，他废除了首席大臣职位，亲自掌握所有权力，并喊出了那句经典名言：“朕即国家。”这位国王将法国贵族集中在他的宫殿，让他们沉溺于宫廷的礼仪和享乐，以防他们发动叛乱。他最著名的成就就是耗资巨大的凡尔赛宫，这座宫殿成了欧洲绝备君主制的代名词。虽然被称为太阳王，但路易14却是个狂热的战争机器。他频繁发动战争，从法荷战争到大同盟战争，不断试图扩张法国的领土和影响力。虽然初期取得成功，但这些战争耗尽了法国的国家财富。在他的晚年，法国国力开始急剧衰退，人民生活也变得困苦不堪。路易14的长寿却带来了个人生活中的连串悲剧，他的儿子、孙子甚至曾孙都先他而去。在他逝世时，他的合法继承人竟然是他的5岁曾孙，后来的路易15。这位权倾一时的绝对君主，最终于1715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72年110天的传奇统治。讽刺的是，他一生的奢华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埋下了祸根。我们终于来到了榜单的顶端，将目光投向非洲南部。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的第1位，就是刷瓦基兰国王索卜扎2世。索卜扎2世于1909年7月22日出生，同年12月，他的父亲南瓦尼5世在庆典中突然过世，年仅4个月大的索卜扎就被选为继承人，成为了最高酋长。想象一下，这位国王登基时连爬都不会，更别说治理国家了。因此，在他成年前的漫长岁月里，国家主要是由他的祖母拉波吉贝尼太后担任摄政，直到他长大成人。索卜扎2世长大后前往南非的勒福дей尔学院接受教育。1921年，22岁的他正式亲政，加冕为禳。当时的刷瓦基兰还是英国的保护国。索卜扎2世展现了极高的政治完手，经过多年的周旋与谈判，终于在1968年让刷瓦基兰宣布独立。这位曾经的傀儡婴儿，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独立初期的刷瓦基兰原本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但索卜扎2世始终觉得这套制度水土不服。1973年，他做了一个震惊政坛的决定，废除宪法，解散国会，并禁止所有政党活动。他成功地把权力全部收回自己手中，使刷瓦基兰成为非洲少数的绝对君主国家。比起路易14的政级国家，索卜扎2世可是真的把他写进了拉法里了哟。索卜扎2世不仅在位时间长，他的家庭规模也是世界级的。据记载，他拥有70位妻子和210名子女。在1982年过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甚至超过了1000人。这已经不是一个家庭了，而是一个军团呢。这位见证了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冷战结束的国王，最终在1982年逝世，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经过确切验证的最高纪录，在位长达82年254天。在这20位传奇统治者中，你对谁的故事印象最深刻？是那位盖了宇宙飞船石棺的玛雅国王吗？还是那位穿黑衣的英国阿嬷？或者是最后这位拥有恐怖记录的非洲国王？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喜欢这个最长统治者的系列朋友，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下个影片见。